看的时候呢，那美国的官网还是$3550，结果他去的时候是8月4号还是8月5号，Chanel 就又涨价了，而且是悄咪咪的在WOC 这个 Walk 上面也涨价了，直接瞬间给我干到了3700。是我闺蜜在法国巴黎机场这个退税的时候没有成功，你一定要选现场拿，因为你要是退回到银行卡上，它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给你了。结果现在都2026年的2月份了，他还是没有拿到退税，我们都崩溃了。像我算了一下，比在纽约买还贵了100刀，这个感觉有点像是你背一个白包，然后蹭到了牛仔的衣服上的那种感觉。把手亲密接触，然后搞到我特别的紧张，就担心会把这个珍珠磨掉，或者是把我的戒指磨掉。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我频道。那今天呢，就是1年1度的我后悔买到的大牌包包系列之2025年款的。那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那第一支呢，就是这支你们看到的 Chanel 的这个黑银山羊皮的 Walling on Chain。 那很多小伙伴就要问了，这只包包明明很好看啊，而且是黑银的，现在很显年轻，黑银现在慢慢翻红了，而且黑银现在比黑金更加的受欢迎，为什么你还说后悔买到了呢？听我慢慢道来。我去年进店就看上了这个新改的这个纽扣版的这个 Walling on Chain，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看，而且比之前的旧款要好看太多。这个经典的纽扣设计呢，加到了 Walling on Chain 上面，简直就是 CF 的迷你版，而且呢更加的实用，里面是分层很多，该有的都有。而且我慢慢把它撑开，我已经买过2-3只Walling on Chain了，但是都被我卖掉了。就是外面这层皮，还有就是里面的这个皮呢，你再慢慢撑开，用过之后它是会比现在要再大的，其实容量还可以。我觉得它的实用度是比迷你方胖子要更加的实用，而且性价比是更高的。迷你方胖子现在专柜也要5-6千美金了，而且呢非常的难买到。如果要是这个 Walling on Chain 呢，就是3000多美金。那当时我是在8月份的时候让我闺蜜买的，她在南法刚刚就是在度假，然后刚好去巴黎总店的时候，就回来之前8月份的时候给我买的。我在给她看的时候呢，那美国的官网还是$3550，结果她去的时候是8月4号还是8月5号，Chanel 就又涨价了，而且是悄咪咪的在WOC 这个 Walk 上面也涨价了，直接瞬间给我干到了3700。那这个还不是我非常后悔的原因。之前我买过 Walling on Chain， 最一开始的是19的那只 Walling on Chain， 然后那个做工还是挺复杂的。我记得当年是19年，我买19年底2020年初，然后我买的是3050。第二只呢，19的 Walling on Chain 是那只幻彩的，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去年呢已经被我卖掉了，然后是2500卖掉的，卖给了 Fashion File。那只买的时候要3500了，其实也跟这个差不多了。结果我去买，就我闺蜜去买的时候就飙到3700了。3700就3700吧，我感觉这个小羊皮加黑银扣还是挺难遇到的，而且呢非常的经典。我去年不是买了一个2008年款的中古的黑银的这个有点像东西包的这个 Chanel 的包款嘛，而且它的皮质是非常非常的饱满。我也是做了开箱视频，而且我觉得中古的包款更加值得购入。我当时买的是3000出头，非常非常的划算。那相比这个3700，我简直就是那个太划算了。而且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那只比这只的做工要更加好，更加的饱满。那个时候的小羊皮和菱格纹简直是像稀薄的水一样的皮肤那样丰满的。那还有一件什么事我非常的懊恼呢，就是我闺蜜在法国巴黎机场这个退税的时候没有成功。它有2个选项，一个是当场给你钱，可能就是少一点，要有手续费的，然后还有一个呢是直接退到你的银行卡上。结果他就选退到了银行卡上，这一点也是要跟
电视机前的小伙伴或者手机前的小伙伴避雷的，你一定要选现场拿，因为你要是退回到银行卡上，它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给你了。结果现在都2026年的2月份了，他还是没有拿到退税，我们都崩溃了。然后这个退税没有拿到，相当于我买贵了好多，因为巴黎的消费税是20%的，算下来他当时给我划走了钱，然后他是按人民币算的，然后我算下来美金要4138，真的好贵啊！我觉得好像我算了一下，比在纽约买还贵了100刀。哎，这只包真的是大避雷。倒不是说这个包型和样式怎么样，它的样式是很好看的，可以把它2种背法。这个背法呢，应该很多小伙伴都已经看过了，就是把它绕起来，然后做一个单肩背，然后斜挎什么的也都很好看。夏天绕起来做成单肩背是很好看的，而且呢也是非常的百搭和实用。但是就这个价钱啊，我这个吐槽的点就在这里，一是它我们隔了1天就晚买1天，然后它就涨价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巴黎的退税，大家一定要避雷，一定要就是给大家分享这个经验，让大家可以就是不要去选退到你的银行卡上，一定要选当下拿到现金的。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不妨给我点个赞，关注起来。那我是在纽约时尚圈工作了超过14年的设计师，这个频道是讲怎样聪明的花钱，教大家避雷，用商业的眼光看懂奢侈品。那如果你也对这类视频感兴趣的话呢，就请点个赞，关注起来，要不然下一次啊，在这种 YouTube 宏大的视频里面，我们就失联了。那我第2支要给大家介绍我后悔买到的包呢，就是这支大名鼎鼎的 Dior Toujours。那这支包呢，我是买了2支，一个大号的全黑的做旧皮的，还有一支呢，这个是我从日本机场就过年回国转机的时候在日本机场买的这支小号的。那当时啊还没有迷你号的，就现在呢又出了比这个包还小1半的，而且它还给你加了肩带。那我这支是没有加肩带的，应该是2年前2024年款的。那我当时买这个包非常的激动，因为本来我是想买那个大号做旧的那个黑色的，但是我去的时候已经卖光了。因为在日本呢，它本身就是要比美国的要便宜7折左右，然后又加上可以省税，那这只包我算下来是省掉了1000美金，真的非常的划算。而且日本呢不像法国，它是当场就给你退税的，你不用去纠结自己退税，它是直接就算就是税前的价格在日本机场，我觉得非常的方便。以后我还是去日本买好了，这个法国我简直是太大避雷给大家。然后这只包为什么我后悔买了呢？既然这么便宜又这么好用，又是大家封神的大家都在背的包，为什么我会避雷呢？那其实这只包我也还是挺喜欢用的，然后我也是经常的背，尤其是这个奶茶色非常的好配衣服，也是我少有的不是黑色的包包。但是呢，就在我去年11月的时候穿了麂皮的衣服，它呢给我的麂皮的衣服亲密接触了以后，就有了时间的印记。对，这个感觉有点像是你背一个白包然后蹭到了牛仔的衣服上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我又在亚马逊上找了好多，就是我想办法应该有那种去渍的那种东西，然后给它买回来抹，结果又 make it worse，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本来它有麂皮亲密接触以后的这个痕迹，磨旧的痕迹，然后又加上我抹了各种的那种东西，然后又起了这种白色的不知道什么不明物体，然后现在呢这个包就感觉做旧了这种感觉。那其实使用感受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那这个包呢也是大家各知道2种背法，然后你可以把它的肩带调长，然后当腋下包背，也可以把它调短，然后呢当一个手拎包背。那它还有一个缺点啊，除了就是这个颜色没有办法避免，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买黑包啊，真的这种浅色的你很容易就是染色啊，跟其他的东西，尤其现在麂皮的衣服又这么流行，那很难就是说麂皮的这个颜色就配这个浅奶茶色真的是很好看，一套的感觉，所以呢它就给染色了。
但是呢，就单拎这个来说，另一个缺点呢，就是它太浅了，很容易漏东西，又加上它这个口是敞开的，没有拉链，真的有东西很容易就掉出来了，这也是另一个缺点。那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当时做的开箱视频呢，可以观看一下这支视频，我把它放在右上角，大家可以点击观看。也可以呢看一下它的大号的黑色做旧款的，我也买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真的是我的忠实粉丝了，不妨点个赞，关注一下，下回更新啊不迷路。这样的话呢，我下次在犯懒的时候也会有更多的动力给大家更新视频啦。那第3支我要给大家来避雷的这个包呢，哈哈，又是 Chanel 的正常 fashion 款的这个珍珠包新版的荣登了榜单。那为什么我会说要避雷呢？因为我已经背了差不多2年时间，我也是在2024年的夏天买的，就是我去日本之前在纽约的第5大道的店里面就看到了这个包，然后呢我就背了2年，我发现每次我戴这些戒指的时候啊，它这个戒指呢都会跟它这个珍珠把手亲密接触，然后搞到我特别的紧张，就担心会把这个珍珠磨掉，或者是把我的戒指磨掉。这2个磨了以后我都是不开心的，因为它这个珍珠肯定是假的嘛，然后我这个Chanel的质量肯定是不如以前好的，所以呢我每次就把它拿起来的时候都要非常的小心，这样呢就是造成了一种我的使用感受上不是很好的，就是一种负担的感觉。那大家肯定说了，你这个买的包你又不背，然后你还要这么小心，你真是有点就是多此一举。但是啊，对于爱包的人士可能就会懂我这种做法了，因为我买这些包包呢，不是因为它是什么身份的象征啊是什么的，是我真的喜欢它的设计。而且呢，这个珍珠包它的新版和旧版我都买了，旧版呢是老佛爷的最后一季的这个单品，那新版呢是我在2年前这个店里看到的，而且它比旧版的更加的实用。它这个珍珠是可以就是来回晃动当一个手柄的，就是2种背法，然后也可以斜挎，也可以单肩背，而且它容量也是非常好。但是我就发现了这个小牛皮会莫名其妙的有一些压痕，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会不小心的就会看到，而且我还是挺小心把它放起来，就是放在袋子里再放在盒子里，它还是会有这些压痕。那最让人崩溃的一点就是避雷的就是它的价钱了，当时我看了一下小票，它竟然要$6000多，加上税快7000了，我真的是吓得去手啊，当时我真想剁手我自己。而且今年我又买的是那个新款，就是去年25C 的一个 Chanel 的包，那个徽章包，然后也是要$8000。天哪，Chanel这样下去，我真的是以后要退坑了。我先立个 flag， 我今年啊就是买唯一一只这个Chanel的包。那有的小伙伴还在笑我，现在才1月份你就立 flag， 请大家一起来监督我，我真的是要退坑了，这也太贵了，而且真的是不实用。我每次拿它的时候都要很小心，像我这个幼图一样的这个手，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我每次用它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做法，非常的小心，生怕把它给划坏了。那以后我出二手包的时候就会折旧了。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避雷的就是来自 LV 的一只牛仔包，是 Speedy 25，也是经典的奥黛丽·赫本的包型。那当时我买它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想买这个渐变的蓝色牛仔的，但是没买着，然后就没货了。它是一个 limited edition， 每次啊一说这种 limited edition 就会有一种让人 FOMO 的感觉啊，然后我当时就是 FOMO 了。然后后来我又在西雅图的 LV 店里看到了这只黑白渐变的，然后我立马就把它买下来了，也是唯一的一只。当时我真的是还觉得挺便宜的，因为才$2000多，但后来一想，它是一个牛仔的布包，关键是啊，它这个渐变不如那个蓝色的就是金脏，然后它这个因为是黑白的嘛，这个白色在它的这个黑色上面就特别的明显，就是边角那里特别白，然后我就特别怕把它弄脏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以前视频的包墙，这一只我永远都是套在这个塑料袋子里面，因为我真的怕把它的白色老花
给它弄脏了。于是乎呢，我这只包一次都没有背过，这就是我后悔买它的原因。而且最近啊，我又想把它断舍离掉，因为我不是买了一只新的 Chanel 包嘛，那按照我的进一出一原则，那我要选一只包柜里的包把它出掉，然后我当时就有点想把这只出掉，然后后来想了想，它真的是一次都没有背过，然后我没有背过它，就现在出掉有点后悔，有点太亏了，不只是后悔啊，所以呢我就把它放回去了。那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因为我后来出了那只圆饼的老花，那个包呢简直是太低了，在 Fashion File 才给我$1000，我当时是1900买的呀，而且这么多年他也应该给我点溢价吧，真的是非常的后悔。最近出 Fashion File 简直是大避雷啊，千万不要去，他们给的价也太低了，最近出包简直是地狱级别的，一点都不对我们友好，相反的是对这个买家比较友好。那最后啊，我想拎出来这个菜篮子18粉色的来说一说。那我每年的这个后悔买到大牌包呢，都会提我后悔买到了它。那其他的原因不说了，大家可以观看一下我以前的视频。那今年我后悔买到它的原因呢，又更新了。其实呢，就是它现在简直出的太便宜了，因为我上一支Chanel 上个月买的那只新包呢要$8000，于是我就要想说多出几个包，然后来回血，然后我就把它原封不动的，就是这个包袋呀、盒子包的工工整整的拿去Fashion File，大家猜怎么着？给我估了多少钱？才给我$1000多，你是在开玩笑吗？毕竟它现在在爱马仕也要$4000多呢，而且啊还有一些配货才能买到的，不一定你walk in能买到自己喜欢的颜色，而且18又更加抢手。你给我$1000多，你是在开玩笑吗？而且我现在这个钉子上的这些膜我都还没撕，保存的非常的好的。所以呢，我就打算留下自己用了。那也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啊，然后劝大家最近想出包呢，还是别去Fashion File浪费那个时间了。毕竟它 quote 你的 bag， 然后再过去呢，要花一些时间，2-3个小时都是少的。所以呢，大家就别去了。这么点钱，你还不如自己留着背呢，对不对？那好啦，以上就是今天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希望大家看得开心。有什么留言和建议呢？欢迎大家留在评论区下方，别忘了给我点赞加关注哦。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啦，拜拜。